西部摸鱼王大叔竟然主动加班了，他找到亚瑟，告诉他一个搞钱的计划。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人若反常必有刀。亚瑟实在是信不过他这个计划，没有办法，大叔又找来比尔和查尔斯，接着又把自己的计划讲给他们听。查尔斯表示自己不太认识大叔，不知道这个人到底靠不靠谱。听到这里，亚瑟说要干这一票也行，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大叔必须跟着。一听这话，大叔连忙说道：“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我就不参加行动了，还是你们年轻人去吧，到时候只要你们把抢来的钱分给我一小部分就行。”没想到亚瑟却坚持说道：“你要是不去，那咱都不去。”没有办法，大叔拗不过亚瑟，只能跟着大伙一同出发。很快几个人就到了目的地，他们要抢的是一辆运送钞票的马车，每一天马车都会从这里按时经过。等到了时间，那辆车果然出现了，几个人上前很轻松的就控制住了马车，接着从车上搜出大量的钞票。看来不靠谱的大叔终于靠谱了一次。就在这时，车夫却说道：“这辆马车是大资本家康沃尔。”又是康沃尔，这个人还真是阴魂不散。没想到话音刚落，一大队人马就冲了过来。亚瑟几个人一见大事不好，连忙骑上马逃离此地，而康沃尔的手下则一路紧追不舍。亚瑟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们甩掉。为了不暴露营地的位置，亚瑟他们逃到一处马厩躲避，安全起见，他们决定等到了晚上再回到营地。到晚上，几个人正想离开此地，没想到康沃尔的手下却找到了这里，见避无可避，亚瑟他们只能开打。在打斗的过程中，马就被大火点燃，而康沃尔的手下又源源不断的赶来，几个人一时难以突围，真是心急如焚。大叔真是把他们给害惨了。后来好在比尔砸碎一块木板，他们才从马厩里逃了出来。接下来几个人合力突围，最后好不容易是逃了出来。大叔的这个计划真是害人不浅，虽然是抢到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但却又招惹上了康沃尔，真是有些得不偿失。经过几天的休整，亚瑟恢复了体力。这一天，西恩告诉亚瑟，在离翡翠牧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木屋，里面住着一伙强盗，人数不多，大概3-5个人。他们最近刚抢了一辆火车，现在咱们来一个黑吃黑，肯定能狠狠地赚上一大笔。虽然亚瑟对于上一次抢劫的事还心有余悸，但他还是决定干这一票。一方面，西恩可比大叔靠谱多了；另外，帮派目前实在需要钱，有了钱就可以早一点回到西部。只要不招惹平克顿和康沃尔，亚瑟愿意为了帮派冒任何的险。很快，两个人就来到了那个小木屋。强盗的人数果然不多，他们轻而易举的就将敌人给一窝端了。在屋里搜刮时，亚瑟找到一把双动式左轮，这把左轮和麦塔的左轮同款。当初麦塔为了能拿回他的这把左轮手枪，在草莓镇可是屠了半个镇子的人，可见这把枪的珍贵。接着，亚瑟又从墙壁的夹层里找到了一沓钞票，虽然也不算少，可是和西恩描述的还是差了很多。但聊胜于无，再加上那把左轮手枪，这一次行动还算是收获颇多。刚回到营地，还没捞着休息，兰尼又找到亚瑟，告诉他一个抢劫的好去处。看来帮派里的每一个人都把亚瑟当作顶梁柱，凡是想要搞钱的事，立马就会想到亚瑟。这一次他们要抢的是一个叫谢迪贝莱的地方，那里住着一群莱莫恩掠夺者，也就是上次亚瑟和沙迪遇到的那一伙人。莱莫恩掠夺者可谓臭名昭著，他们本来是参加过美国内战退役的南方老兵，战争虽然过去了将近30年，但他们仍然无法接受南方战败的现实。于是这些战败的南方士兵就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叫莱莫恩掠夺者的帮派。他们仇视政府，也仇视北方民众，企图用暴力恢复他们战争前的权益。然而说来也奇怪，这个莱莫恩掠夺者成立之后并没有对抗政府，反而是游走在罗兹镇的周边，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比起其他的帮派，他们更加训练有素，并且拥有大量的军火，自然而然的他们也干起了贩卖军火的买卖。而今天亚瑟他们要抢的正是他们的武器与军火。因为亚瑟和兰尼是突然袭击，瞬间就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接着亚瑟一枪一个，对着他们全面压制，兰尼也趁机冲上前，不停地射杀敌人。而就在这时，敌人架起了重机枪，一顿扫射，使兰尼再也无法向前一步。亚瑟不愧是西部第一神枪手，只一枪就结果了对方的机枪手。等将敌人歼灭以后，亚瑟找到一辆马车，打开箱子一看，全都是崭新的拉栓步枪，除了这些步枪还有很多的炸药。随后两个人赶着马车返回营地，这一趟可真没有白来，可谓是收获满满。当然这一次最大的收获还不止这些军火，更大的收获是发现了敌人的这个据点，这里即将成为游戏第4章帮派新的营地。当然这都是后话。等回到了营地，何西阿又找到了亚瑟，原来是为了之前他们抢到的那一车私酒。在这里私酒的生意一直是掌控在布雷维斯特家和莫莱恩掠夺者手里的，除此之外没有人敢随便染指，所以那一车私酒一直无法出手。被逼无奈，何西阿脑洞大开，他准备把这些私酒卖给布雷维斯特家，